民党就是把内部矛盾上升成为了敌我矛盾，反正要么3800，要么就8000，那不是先前已经通过了吗？为什么还有人继续要表态8000？所以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有人在酝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国民党中央首先是纪凌莲副主席开炮，当然他的原意我认为是绝对相信韩国瑜，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呢，显然军人做久了，可能在表达方面比较俭省，所以被大家大规模的检讨。韩国瑜自己发了一个文章，叫做“脑牛自治夕阳晚，沉默无声自奋蹄，此生所学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职责，无愧于党，亦无愧于心”。拿院长来消费的人当然很多，那其实到底是自己的意愿还是院长的意愿？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一看就明了。第一个，我们先看本质，就是3800亿加 N 跟8100亿，这是本质。这两个彼此之间的鸿沟有大到需要因为支持哪一个版本，所以另外一派就是卖党求荣，跟严重到要开除党籍吗？3800亿加 N 跟8100亿，到底本质上它是一个绝对的对立面吗？3800亿就是111亿美金加 N， 那个 N 其实就是140亿美金，也就是还没有发价数的。如果把140亿美金换算下去的话，大概是4300亿台币，所以4300亿台币再加3800亿，大概就是8100亿。唯一的区别，第一个，不管是巧芯也好，赵少康也好，他们认为3800亿加 N 这个加 N 没有办法在立法技术上做到，预算它是法律案。所以呢，既然是法律案，它是特别条例，里面有框列金额，它不是预算案，所以呢，预案上没有办法空白授权那个 N， 这个是巧芯跟赵少康他们的说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老赵的说法是8100亿是先框列，但逐步给设下一定的条件，前面有发价数的3800，后面没有发价数的，我把这笔钱冻住，我不支付。3800加 N 是我看到什么我给什么，即便大家都知道未来还有一个发价书的，有发价书的是4300亿台币，但我不管，我就是要看到有发价书，我才能在第二次。双方讲的有没有道理？都有道理。你可以先3800亿加 N， 立法技术上面做不做得到？当然也做得到，那就再立一个法就好了嘛。等到第二次有发价书来的时候，140亿的时候，再一个法也可以啊。这一次111亿，它就是一次的条例，第二次的140亿就是第二次的条例，单独用一个法律案来把它编列。第二个111亿加140亿加起来大概8100亿，我干脆就是都一次进来到这个法条里面，只是我有授权给立法院自己说有部分要先冻结，不可以让行政部门直接就可以使用这个资金，他设下重重关卡。这种评论最难评论，为什么？讨厌赵少康的会说我在帮赵少康洗地，讨厌这个纪凌莲的会说我在帮纪凌莲洗地，但问题是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啊，二者之间不是绝对互斥的，二者之间不是杀父仇人啊，所以我就说了，这是看待如何用一个观念去看待未来，双方的理念不一样。这也是现在小新一直在讲，我们又不是要1.25兆，1.25兆那个是民进党要本质中的本质，不管3800亿、8100亿，为什么不是1.25兆？1.25兆跟8100亿差在哪里？这4000亿干嘛的？这4000亿不是政府对政府，它不是军购，它是商购跟采购。对谁采购？民进党政府要拿这4000亿来发包给台湾的一些厂商，让他们来招标，未来就会出现超级无敌多马桶商可以进口炸药，做皮鞋的可以进口子弹，卖茶叶的可以进口火药，会超级无敌多。这4000亿就是拿来干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现在要说，既然这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知道二者版本之间的差异跟共同性在哪里的时候，现在就讲回来，那纪凌莲的发言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在纪凌莲发言之前，国民党内二者之间没有水火不容，后面所有的情绪就是源自于纪副主席的那一句话，它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句话，而跟本质就无关了，跟一开始我们讨论的。所以现在所有的战队，谁跟谁一伙的，我批评谁，你就等于谁都是在政治上面做文章，没有在本质上面做文章。问题就是为什么纪将军要讲那句话？我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他曾经讲的一句话叫卖党求荣。如果今天我先假设他是一个有完整资讯取得能力的人，他也知道党版什么问题，他也知道现在8100亿是什么样的细节跟内容，他也知道怎么运作，那为什么他会说出卖党求荣？因为3800亿或者是8100亿都是本党的人提出来，我认为纪将军他得到的资讯会不会以为韩国瑜支持的是1.25兆？那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又不对咯，那他就会是卖国求荣，而不是卖党求荣。
这是逻辑上面的问题。当季将军讲说卖党求荣的时候，我合理的推断是他知道韩国瑜不打算跟着党走。但是你说韩国瑜就算他支持，就算即便退一万步讲，他真的内心里面支持8000亿，那真的一定就是卖党吗？因为他前面先有一个卖党求荣，后面才延伸出要开除党籍。所有引起轩然大波就那句话开除党籍。我反复的讲一件事情，季副主席开除韩国瑜党籍是一件茲事体大的事。韩国瑜不是不能批评，韩国瑜不是不能检讨，但是开除韩国瑜的党籍，就等于剥夺了韩国瑜不分区的资格，等于让中国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就没有院长，要重新选一个院长。这件事情茲事体大，军人有军人的耿直，军人有军人的专业，但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您知道这件事的话，您还会说建请党中央开除韩国瑜党籍吗？因为他就是牵一发动全身，这关乎到目前中国国民党只剩下立法院有些微的多数，而且这个多数还是要跟民众党合作，才有机会通过我们要的法案，才有机会监督民进党。如果今天少了韩国瑜这一席，当然后面可以递补，但是他有办法做到韩国瑜过去2年来在立法院主持议事的风格吗？你出的权跟他所做的行为有没有匹配？开除党籍这么严重、这么霹雳的手段，跟韩国瑜现在的行为有没有刑度跟行为匹配？我认为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大家才会有这么多的立法委员啦、党公职啦、民众啦，在帮韩国瑜抱屈。所以其实今天我觉得季副最错的问题是，他可能对政治不够了解。军人是不玩政治的，军中的政治也不是外面的政治嘛。让我也很惊讶了哈。那昨天深夜哈，然后呢，急如律令哈，发了一个签字文啊，来这个挑战我，来向我宣战哈。我这不懂啊，就是说为了一个到底有没有党版啊？所以国民党这么急着回应我这么快，那对于季麟年副主席啊，骂韩国瑜卖党求荣，要开除韩国瑜党籍，怎么都没有回应呢？这不是只是在韩国瑜的脸书下啊，回一个说你辛苦了就能够解决了，这很大的事情呢。我觉得与其回应我，不如赶快回应，到底要怎么处置季麟年比较重要。就是国民党对季麟年事件到现在不回应，季麟年不道歉，然后不处分，然后不下台，完全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可以这样子吗？可以在这个大街上骂人，然后在小巷子道歉就算了吗？所以我还是很坚持郑主席必须要对季麟年做出处置。季麟年后面有没有人指使？有指使的人必须要出来讲清楚，为什么指使他做这个事？没有指使，那季麟年自己要负责任。不过党中央昨天也有坦言，就是说党内有很大声音觉得说3800亿以上就是 CIA 的走狗跟美国派。那我如果讲3800亿是中共的走狗呢？那无聊嘛，什么谁走狗谁不走狗，对不对？大家好好来讨论怎么样对台湾最好，对中华民国最好，这才是个立法委员应尽的态度。看他的原话，他是有前提的。那只不过媒体标题全部都放在开除党籍那一句话，那重点其实是那个如果做坏事他没有做坏事啊。那所以呢，他讲这个话当然就是叫失言，就是讲这个话也不好啊。更何况呢，他的支持度跟韩国瑜的支持度没得比。只不过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关心，那他到底有没有加这个前提？没那么多人去看他的原文嘛，大家就会觉得他好像要开除党籍。所以呢，这是季麟年自己讲错话，失言他虽然没这个意思，但是讲出来，大家就解读成是这个意思。同样的，赵少康也是，对吧？他的本意也是讲说，你如果这样骂我，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骂你？然后所以大家不要骂，大家来好好讨论，对吧？他本质上不是真的觉得提3800都是中共走狗。那你看媒体下标就会下中共走狗啊，发言的本意都是希望要好好讨论，但最后没有人在好好讨论，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啊、兴风作浪啊，我觉得目前呢，我们要分清楚在国民党内部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内部矛盾上升成为了敌我矛盾。已经变成了一种非黑即白，反正要么3800，要么就8000，就跟民进党在讲，要么1.25兆，要么就卖台。这种分法敌我的态度分明，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们是内部矛盾，你们不是敌我矛盾。但是已经上升到敌我矛盾，分了几个层次首先，在季麟年将军讲话之前谁关心国民党内部到底是3800还是8000？什么时候3800跟8000拉到你死我活的态度呢？不过就是季麟年讲这一番话，内部矛盾上升成敌我矛盾，这是国民党目前第一个遇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些大佬对我们来说都是前辈大佬，你们又不是不熟有个问题你们不会自己打个电话打个赖通口气比如说季将军，你都说跟韩国瑜认识40年，你就没有个赖可以很多时候可能会因为个人的一些情绪或个人的恩怨，最后变
变成是整个党的问题，乃至于变成国家的问题，这就是很可怕。好，所以追根究底啊，这个所谓3800，因为在3月的时候，其实党团已经决议通过了。既然通过了，那应该党版或是党团版就是3800加 N 啊，然后为什么还有人继续要表态8000？那不是先前已经通过了吗？所以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嘛，就有人在酝酿啊，要推翻原本的版本、啊。5号召开党团大会，拍板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为新台币3800亿元加 N。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党版中明确规定，只有符合美国对台军售程序、符合国军作战需求，且取得美方正式发价书的采购案才适用本条例。为什么后面要变到8000？简单来说有3种心态。第一个心态怕美国，第二呢怕绿营煽动的选民。就是一些要选举的这种地方，就可以跟人讲说啊，你是38仔啊，要选举就惊。就是有一些中间选民也好啊，或者呢是搞不清楚状况的，因为他也分不清3800加 N 跟8000，最后可能花出去的钱是一样的，只要有发价书就来，他可能搞不清楚，他就会觉得3800卖台，8000好像折中。大家对川普是不信任啊，你怎么可以跟他交易什么军购啊？人家就要把台湾给卖掉啦，人家就是要暂缓军购啊，都会有这样的质疑。那这些质疑啊，在国民党内部，你看，这时候国民党的立委也好，县市首长、候选人也好，主席其实这都是有难处的。为什么？因为各种的压力就是要接受，那就是要投降。可是你也知道，你若投降，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呢，你也比不赢民进党。所以，如果我们放大格局来，这是美国对台湾的压迫。你3800或8000，这都只是压迫的一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要去扭转这个压迫，扛住这个压迫。其实最后就是根据我刚刚讲的那3点，你这个人怕不怕美国？这个人怕不怕选民？这个人要不要斗郑丽文？今天最大的概念是什么？刚才现在就有人想要借韩打郑，这才是可怕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汉庭讲得很清楚，把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因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就有一群人当初自己不下去选，现在跳出来一副把郑丽文开掉，国民党就会赢，有可能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发癫的人？我实在很难理解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回到事实的本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怎么又会去扯中共呢？怎么去扯走狗呢？啊，纪凌你也不该去扯韩国瑜啊，这事情就是一件一件来，也不该去扯徐巧芯啊。到现在那些在攻击郑丽文、在攻击党中央、在攻击傅昆萁，我告诉你，其实最坚持3800亿加 N 的是傅昆萁。如果今天8000亿是主流民意，那就讲出来嘛，不然你赵少康就讲出来嘛，就说我要8000亿，主流民意一定会赢，啊，我就支持美国的版本，就讲出来嘛。那邱毅呢？他讲了几个事。第一个，他说，经国民党这么引导，1.25兆的军购特别预算结构倒是透明化了。3800亿应该是真正军购的部分，先不论性价比如何，至少实打实。所以国民党中央是3800亿加 N，3800亿到8000亿的4000多亿，应该是美国大小政客掮客拼命要的回扣油水。国民党内亲美派死命捍卫，献媚表功也好，投名状也罢，美国老爹当然是多多益善。所以国民党亲美派8000亿、9000亿、1兆等版本，8000亿到1.25兆之间也有4000多亿，这应该是民进党大小官员绿油油的利益了。民进党必须极力捍卫，因此也说明一点折扣都没有。真正的意思是都已经分配好了，完全没有更动的空间。国民党亲美派不管这部分这利益，他只需要讨好美国老爹，不需要讨好民进党大小官员。所以民进党坚持1.25兆，国民党亲美派可以降到8000亿。真正台湾人民着想的，认为3800亿已经很足够了。会不会有执行上最终的差别？可能会有，就这个差别在于说，如果美方的这些政客看到啊，反正台湾已经先框列8000，那我后面是不是可以随便搞，对吧？就这140亿是预估它会有发价书，那买的那个项目，比如说我们就叫甲乙丙丁好了，我们大概知道哦，未来美国会卖我们甲乙丙丁，所以我们现在先框一部分钱，未来再用。就8000亿的概念是这样嘛？美国未来会卖我们甲乙丙丁，那我们8000亿先留着，那如果没卖，那钱就先暂时冻着。可不可能有一种情况，就美国一发现，哎，你8000亿反正要给我，我甲乙丙丁不卖，我卖无极更新，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对，因为没有发价书啊，没有进入到正式的合约程序啊，那你怎么能够知道？不知道啊。美国会不会反悔？会啊，因为本来就没有定啊，本来只是军火商谈一谈而已啊，本来也只是参众议员，然后一些什么学者智库的建议而已啊，也没有一定啊。所以真的，如果说到最后会有落差，我觉得差别会是在这里。那当然，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那种什么油水啊？那个本来就有，本来就有啊。那当然一部分啊，比如说是政府对政府，那一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对美国军火商的直接商购啊，这个版本也是会有落差。但因为目前不论3800加 N 或者8000亿，其实没有去细分。如果真的硬
要去区分，应该是要去分，那我们是采取政府对政府的采购，还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对军火商的采购？那美国大队来施压的其实是要走第二条路线，因为直接对军火商的采购，他们才有油水可以捞嘛，他们才可以捞政治现金啊。那这个有没有办法阻止呢？没有办法阻止啊，因为不论是3800或8000，都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啊，都没有在管。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讲的会有点矛盾。比如说邱毅委员的讲法，对不对？我们不要让那个美国捞油水，3800也是让美国捞油水，所以这些都不是全有全无，这就是大家目前讨论到会又尴尬又觉得很矛盾。第二个我还要讲的是关键，因为前一阵子啊，我们新党三合论坛透过民主基金会举办了一系列的民调，这份民调发现呢，台湾人对于军购的议题啊，可能没有大家所想象中的那么亲美。66%认为美国不会来救台。然后呢，也有将近过半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武器不到，对台湾并不安全。过去其实也有民调，就是认为说，这个详细的数字我忘记了，甚至有过半认为两岸应该主动开始谈论面对统一的问题。还有60%的人认为50几%吧，认为如果两岸主动开启政治和平谈判，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只有17%觉得这个叫做投降。就民调做出来，当然我自己要很客观的说，因为这些民调其实它有引导式问题，它透过一题一题问，那问到最后你当然就觉得说，那好像两岸应该要走下谈一谈。问到最后你就觉得嘛，好像这个美国有点背叛我们。对，其实是有点引导式，但是我觉得那个比例还是很高。所以实际上台湾的社会真的有那么多都觉得啊，我们应该无条件的，然后8800都要给过去吗？这个还是要做大规模的民调，而且最好就是不要有任何预设性，这样是比较好。但是这种民调也很难做，为什么？都是有各种前提条件的，大家很容易被操弄成，那1.25兆才叫爱台湾，那少1块钱就不爱台湾。针对军购特别预算，郑丽文3800亿加 N 是最佳方案了，既不让民进党予取予求，拉民脂民膏去孝敬美国，去中下其手，然后呢，也替党内亲美分子留了颜面。国民党内一堆亲美分子啊，久居要津，一向威风惯了，就是不甘寂寞，把军购特别预算当成向美国老爹献媚的投递的投名状。这些亲美分子大概分成2类啊，一是以金小刀为首，利用马英九的昏聩对萧旭成下手，但剑指目标还是郑丽文，目的在瓦解郑丽文团队。二是以赵少康、朱立伦、卢秀燕为核心，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版本。卢秀燕的8000亿到1兆，朱立伦的9000亿，赵少康的8000亿，其中以徐巧芯提的8000亿在党团内支持率最高。不过民进党坚持1.25兆，还扬言绝不打折扣，就是要大选了，钱就是粮草，而且早就上下分配都好了。当然1.25兆总额是绝对不能删。韩国瑜是立法院长，主持意是要保持中立，召集朝野协商，各方意见都要考量，所以纪凌年错怪人了。现在党内是郑丽文的3800亿加 N 跟徐巧芯的8000亿在对决，严格来说是亲中派跟亲美派2条路线在对决。第一个，过去1.25兆出来的时候，整个在野党啊上上下下都在检讨这件事情，都在讲说这个1.25兆它合理跟不合理的地方。突然间呢，这个画风一转，画面一变，变成是现在军购是党内现在自己政治攻击的一个杠杆，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毕竟这还是关系到国家要花多少钱，关系到我们的国防，关系到我们拿什么样的态度去监督民进党。不过最后一个，严格来说，这是亲中派与亲美派2条路线在对决，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是路线之争，是策略之争。国民党里面有一些是过去可能在美国念书，在过去他是喜欢崇尚向往美国的那样的一个制度，对面念完书回来之后，把那一套带回来台湾。不管在政治圈、工程学的这个领域里面，还有法律圈，其实很多都是这样。以前台湾很多的学科都到念书，当然这一群人就会被形容为所谓的亲美派。那亲美派里面有没有人以美？以美不分你亲美亲中，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一群所谓的被扣上亲美派的这一群人，他们面对美国的这个所谓谈判的策略，遵循那一套模式。还是掌握我的筹码，我也让你看到我的底牌，但是我的底牌终究会在牌局最后前一刻才翻出来，而不会一开始就先给你看。我在不得罪美国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希望守住一部分的底线，跟你谈条件。其实这就是很传统国民党面对美国的谈判方法，认为这叫亲美派跟亲中派的路线之争，而是策略之争。那相反的，另外一派的策略是什么？现在国民党内有另外一群人，他们看到了全世界有个样板，全新的跟美国谈判的一个模式，就是以中国大陆的这个形式，全世界，我完全同意刚刚汉庭讲的，在面对美国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说，哎呀，这个美国就贵，你放诸四海，但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没贵，而且还跟我们同文同种。现在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党内会有一群人，他想要走这样的路线，这个路线他觉得是可以去仿效的，对美国的谈判应该要抛弃过去惯性的旧有的，就我认为
没有亲美亲中的问题，只有选择战略或者是战术上面选择上的不同。多数的国民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以捍卫中华民国的利益为出发点。无论你是3800加 N 还是8000，让你知道我的底牌是什么，我讲给你听。但是他一样是到最后一刻才愿意翻牌。民进党的做法是玩过德州扑克嘛？别人牌一发下来之后，2张都正面朝上，所以他一开始就把所有底牌全部让人家知道。而国民党他还是有策略的在做，所以它不是路线之争，只是策略的使用方法论的不同。我觉得大家还是这一次不要那么容易的被情绪带动，大家用更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一次因为国防预算导致国民党有一个大冲突，我觉得大家都是平心静气的。